您可能听说过刘伯温的《烧饼歌》，但您知道吗？这部寓言奇书里藏着一段内容，600年没人敢公开，因为它揭示的内容太过震撼，不是一国一地、一朝一代的命运，而是整个宇宙令人目瞪口呆的6大天机。这段内容在明成祖朱棣下令编修《永乐大典》的时候没有被收录进去，而是在佛教寺院中秘密流传，近代才从吉林省的农安县寺院流入民间。这段寓言的开头是朱元璋问刘伯温：末法末节时，谁来传大道？刘伯温答道：不相僧来不相道，头戴4两羊绒帽。真佛不在寺院内，他掌弥勒源头教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末节之时传法度人的那位圣者，不是和尚也不是道士，而是一位穿着便装留着短发的普通人。那么为什么真佛不在寺庙里呢？我们解读，因为如果救世主穿袈裟披道袍，那其他宗教派别还有不信教的人就不容易接受了。说白了，穿得太专业反而会吓跑大多数人。所以他不在庙里讲经，也不在山上隐修，而是在人群里，跟你我一样上班挤公交，这样才能让人人都有机会得法。不论你信什么，不管你是谁，做什么工作，对众生来说机会平等，一视同仁。能不能分辨真法，得到救度，就要看个人的悟性了。他传的是什么法？不是佛教的某一分支，也不是道家的某一门派，而是未来佛弥勒佛的源头大法，万法之源，是贯通所有修行体系的根本大道，揭示的是宇宙最根本最本质的规律，是创造一切物质与生命的真理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带领众弟子在森林里修行的时候，曾经有位弟子问他：我们可不可以像世人一样在世俗中修行呢？释迦牟尼回答：那要等到转轮圣王下世的那一天。佛陀又说：天上的众神都想早日见到优昙婆罗花，都想早日得到转轮圣王的教化。你们得到了的时候，我都为你们高兴。烧饼歌中说的这位弥勒，不是以前历史上出现的大度孝佛弥勒，而是未来佛弥勒，又称转轮圣王。这时候朱元璋更好奇了，问：弥勒降凡在哪里？刘伯温说：听君道来，未来教主临下凡，不落宅府供官员，不在皇宫为太子，不在僧门与道院，降在寒门草堂内，雁南照北把金散。是说未来佛弥勒降世并非豪门贵子，也不在僧门道院，而是出身平民。他会首先在雁南照北，也就是在河北北部及北京一带传授珍贵的真法，普度众生。帝曰：清朝尽，你说的明白是后人看。这是朱元璋让刘伯温讲一讲清朝以后的事。温曰：不敢尽言。海运未开是大清，开了海运动刀兵，若是运重开了，必是老水还了京。这段讲清朝闭关锁国，海运未开的时候，一切都还算平稳。一旦海运打开，刀兵四起，天下动荡，大清迎来了最终的覆灭。中共夺取政权后，再次封闭国门，而到了再次开放，运重启的时候，就会有老水回到京城。这段预言呢，最让人不解的就是老水2个字。这2个字如果能解开，也就揭晓了天机。有人解读，中国人通常尊老者为寿，问老年人年龄通常问高寿，
因此呢，这里老水的老应该就是寿的意思，寿水组合成一个涛字，那么应该就是胡锦涛了。胡锦涛于1992年至1993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，1992年调回北京，暗示弥勒佛开始在世间传法的时间是在1992年。帝曰：老水有何么？这是说朱元璋问老水回京会有什么奇事发生吗？刘伯温曰：有，众到会下引进修行，大变小，老转少，和尚要把家人要，真可笑来，真可笑。雨驾僧人时来到。可以解释为刘伯温笑着说：那可多了，和尚开始娶妻，老人越活越年轻，气功潮席卷中国，为的是把人引进源头教修行，修炼的人能返老还童。这是指弥勒佛传的大法大道是性命双修的功法，也就是既修心性又可以改变身体。以前许多道家和奇门功法也是性命双修的，而释迦牟尼的佛教是只修性而不修命的。不修命呢，身体就会慢慢变老，而性命双修的功法可以使人向年轻的方向转化。更特别的是，这种修炼方式不讲究形式，你不需要出家，不用辞职，你可以结婚生子工作，一边照常生活，一边修行，人人平等，处处可修。朱元璋还想知道更多的天机，那么刘伯温下面所说的内容可谓震烁古今，天机尽泄。温曰：上末后10年，万祖下界，千佛临凡。什么意思呢？这是说在末法时期的最后阶段，世间很多人似乎普普通通，其实都不简单。我们说人是有灵魂的，很多你以为的普通人其实是从天上下来的高层生命，在人间轮回转世，就是为了等待转轮圣王红传宇宙最根本大法的这一刻。李白的静夜思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，甚至在世界范围内也广为人知。其中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一句，每读到这里，哪怕根本就生活在家乡的人们，也禁不住心中涌出一种莫名的共鸣与惆怅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如果人的灵魂是从天上来的，这就说得通了。虽然下到人间，记忆会被抹掉，但对天上依然会有一种回家的期盼，说不清道不明。那么为什么天上无论是佛家的菩萨罗汉，还是道家的天师真人都要下界呢？刘伯温说：普天星斗阿汉群真，满天菩萨难脱此劫。这不就是说他们也与人类一样处在大劫当中吗？佛家理论，宇宙有成住坏灭4个阶段，而末后就是指宇宙到了灭的最后阶段了。就连天上的神佛在这个末劫时期也不能幸免，他们想要自救，也只能降生为人，在人间得法修炼，才能度过这场大劫。所以说，谁能救神，谁能救宇宙呢？刘伯温说：乃是未来佛下方传道，天上天下诸佛诸祖，不遇金线之路，难夺此劫。削了果位，末后乐风81劫。万祖和千佛是概括的说法，包罗了整个宇宙的一切佛道神。如果不遇金线之路，也就是弥勒佛所传的源头之法，那么佛道神都在劫难逃，会被消掉果位，不能回天不说，还会有更大的劫难。换句话说，当然是万王之王，那个掌握宇宙根本大法的人，也就是刘伯温口中的未来佛转轮圣王才能救啊。
刘伯温在《秘传烧饼歌》中至少揭示了6大天机。天机一，救世主降临，东西方预言互相印证。刘伯温明确指出，在末节之际，未来佛弥勒将降世拯救众生。这一预言在东西方文化中都是相互印证的。美国著名预言家珍妮·迪克逊曾经预言，东方将出现一位彻底改变世界的人，他将传播神的智慧，并以爱使人类团结，建立一个崭新的大同世界。法国大预言家诺查丹马斯在《诸世纪》中也提到，一位东方人将以神的慈悲救赎世界。他手持神杖唤醒世人，曾在西方停留一段时间，最终返回亚洲，威望超越君王。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，这些预言都指向同一个事实：末节时刻，救世主将现身于世。而研究发现，弥勒佛、弥赛亚、紫微圣人、转轮圣王等不同文化中的称呼，实则指向同一个人。刘伯温提到的弥勒佛，正是被普遍认可的末节救世主。天机二，救世主不会以传统宗教人士的身份出现。这位弥勒佛既非僧人，也不会在庙宇道观修行，更不会以国家领导人或显赫权贵的身份示人，而是以普通人的身份行走人间。天机三，他传授的是万法归一的大法。弥勒佛所传之法不局限于佛家或道家，而是来自宇宙本源。任何修行者皆可依此大法功成圆满，回归自己的天国世界。天机四，无需出家，人人皆可修行。弥勒佛所传之法并不要求剃度出家，而是一种融入日常生活的修行方式，使天下苍生皆可得法修炼。天机五，救世主已在人间，并于1992年广传大法。这位救世主早已降世，并在1992年正式开始向世人传授这部大法。天机六，这部大法是末节唯一的救度之道。末节浩劫席卷天与人间，连佛道神都难以幸免，唯有弥勒佛所传的大法能拯救一切，使众生渡劫。刘伯温的《秘传烧饼歌》并非一部简单的预言，而是一份关于末法时代的启示录。600年后，这段预言重现人间，难道不是提醒我们，弥勒佛已降世，救世主已在人间？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大劫面前，只等你醒来，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缘。另外，刘伯温还有推背图，不仅预言了宇宙末劫的具体内容，更描绘了天界的安排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详细描写了未来佛弥勒降生人间，以3字真经和36件佛宝为人类带来真正的解救之法，走向新世界的全过程。刘伯温还有救劫碑文等，不仅精准预言了2019年的新冠疫情，还指出2024至2025年更大的瘟疫甚至可能导致人间10世9空。幸运的是，碑文也指明了躲避浩劫的3字真言。这些内容我们都做过详细的解读，链接就放在描述栏里。希望粗浅的解读可以为大家带来启发，找到人生最重要的意义，躲过瘟疫灾难，平平安安度过每一天。好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收看文史大观园，我是雪莉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